40年前，秦氏只有一间办公室，3个人。40年后的今天，感谢各位与秦氏同行。终于可以了。报警！快报警！秦董从楼上掉下来了！好，秦氏集团大厦，我马上到。你来得很快，探长。后脑有钝器伤，不是坠落造成的，伤口边缘整齐，坠落前就已经存在。先被打，再坠楼。护栏上有衣物纤维，死者西装的。这把椅子，提取血样比对。秦总，请描述今晚9点到10点之间你的行踪。9点半离开宴会厅，直接上了顶楼。去顶楼做什么？找他。我知道他会去天台。你找他做什么？我们发生了一些争执。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私事，与案件无关。秦总，手背上的伤是争执留下的吗？他抓了我，在坠落之前。秦总，今晚请留在大厦配合调查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会核实。以下为秦博远先生的最终遗嘱，经公证，具有完全法律效力。秦氏集团全部股权由其亲生女儿继承。该女儿身份此前未曾公开。什么私生女？她什么时候有的私生女？陆律师，这份遗嘱是什么时候立的1个月前，秦先生亲笔签署。1个月前，他被人胁迫了吧？这是假的，我不信！江探长，请留步。探长，这份遗嘱对谁最有利？不是我们母子，是他。探长，他杀了我丈夫，你查他。夫人，感谢你提供的线索，我们会查清真相，也请你后续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哼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迟早都会是我的。小陈，调出宴会厅出入口，9点到10点。
9点15分，他说的是9点半离开，差了15分钟。他说直接去了顶楼，切到32层走廊。他在32层待了20分钟。啊，队长您看，21点25分，这个人从侧门进来。从21点26开始，侧门和1楼大堂的监控全被删了，不是故障，是人为删除。他撒了3个谎：时间、路线，还有这个女人。探长，你应该预约。命案调查不需要预约。你说9点半离开宴会厅，监控是9点1刻。你说直接去顶楼，但你先去了32层。案发前半小时，这个女人进了大楼，然后监控被人为删除了。时间记错了，我道歉。32层是我的私人办公室，我需要解释自己去办公室吗？监控呢？谁删的？这个我不知道。我会找出你到底在藏什么。你们秦总平时在公司什么风格？秦总平时做事极其高效，对数据要求精确，但怎么说呢，不太好接近。私下呢，有朋友吗？没见过，从不参加聚餐，也不聊私事。同事们都说秦总好像没有弱点。王阿姨，秦彦行在这里生活了多久？3年，5岁来的，8岁被秦先生领走。那孩子话很少，总一个人待着。被领养那天什么都没带。这是？就是一个发卡，他说是朋友的东西，一定要带走。这个朋友是院里的孩子吗？应该是，那会儿孩子多，人来人往的，具体是谁记不清了。好的，王阿姨，今天麻烦您了。江探长，请喝茶，这可是我特意选的好地方。夫人，你说你有重要证据。这个集团不能交到一个外人手里，是时候清理门户了。这是他生前1个月的录音，他要把秦彦行赶出集团。他要是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夫人，这段录音是什么场合录的？私人场合。跟谁说的？什么时候？这些重要吗？关键是他的态度。很重要。夫人，断章取义的录音在法庭上是没有效力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恕我直言，您跟秦先生这段婚姻本质上就是政治联姻，没错吧？如果遗嘱无效，最大受益人是您的儿子。您提供这些是为了正义，还是为了您的儿子？探长，你会后悔没有站在正确的那一边。我只站在真相那边。都给我等着！探长，进来喝一杯啊。秦公子有话直说。我爸这个人，你知道怎么对我的吗？从小到大，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废物。他亲儿子不要，偏爱一个捡来的野种。现在好了，连遗产都给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私生女。你今天约我来，不是为了诉苦吧？秦彦行，遗嘱就是他操纵的，我爸身边的人全听他的。他杀了我爸，就连陆律师都被他收买了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哪儿还需要什么证据？要不是他动手脚，
我爸的遗产怎么可能落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私生女手里？秦公子，你要是来诉苦的，是我不能奉陪了。探长，找到那个私生女，或许我们就能查清真相。哼。每个人都有动机，每个人都在撒谎。队长，护栏上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，不是死者的，也不是秦彦行的。对，第3个人的，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。天台上除了他们，还有一个人。小陈，调取当晚所有进出大厦人员的指纹样本。是，这就去办。进。江探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陆律师，我们需要集团配合一项指纹采集，案发当晚所有进出大厦人员，包括管理层。探长，这份请求恐怕不能配合。理由？涉及集团数百名高管和员工的个人隐私，没有法院搜查令，这是骚扰。陆律师，这是命案调查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探长要是拿到法院令，我随时配合。陆律师，法院令会有的。哼。他在害怕什么？别查他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不该被卷进来。这是你送来的，被删的监控原始备份。你需要的是排除他的嫌疑，而不是去找他。为什么？你又在包庇谁？一个不该出现在案卷里的人。相信我，只是这一次。您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您见过这个人吗？这附近没看到过他。您好。没见过，不认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妈，泡泡，等等我！妈妈好痒呀！妈妈，你看，它好软。啊，你还活着！妈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找到你。糖糖，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听到没有？
我不要，妈妈不要走。这个给你，妈妈的。想妈妈了就看看，妈妈永远爱你。乖孩子，来跟阿姨走。我要妈妈。糖糖，是妈妈不好，希望你能别错怪妈妈。乖孩子，不哭了啊。妈妈，我想你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重要了。你要走了？你带走，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了。你从一开始就认识我。监控里的女人是我母亲，她没有死。你见过她，对吗？说话！案发当晚，他来找秦博远。他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来做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不是凶手。你怎么确定？因为他来找的是他爱了30年的人。从头说。30年前，你母亲是秦博远的恋人。她怀孕后，方锦绣动用家族势力威胁她，逼她离开，永远不许出现。所以他一个人生下了我。他独自把你养到6岁，但方家的人又找上门了。所以他选择诈死。他伪造了死亡证明，切断所有联系，隐姓埋名，远远地看着你长大。秦博远这些年一直在找他，1个月前，他终于找到了。他找到他了，然后呢？然后，他死了。
这是你母亲让我转交的。她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真相，就把这个给你。原谅妈妈的懦弱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恨她，她只是太无力了。我母亲现在在哪儿？案发后她就消失了。她目睹了什么？我也在找她。如果你有任何线索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是作为嫌疑人，是作为……我会找到她的。进来。刘局，我有情况需要汇报。秦博远案，我可能存在利益关联。有证据显示，我可能是死者的亲生女儿。坐下，详细说。基于以上情况，我申请回避。目前有直接证据证明你的身份吗？没有 DNA 比对，只有间接线索。你是目前最了解案情的人，也没有证据证明你有直接利害关系。继续办，但你必须保持绝对公正。明白。找到妈妈，找出凶手。姑娘，买花吗？老板娘，我找凌云姐，她在吗？你是林姐什么人啊？我是她远房亲戚，好久没联系了。林姐1个月前突然请了长假，说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之后呢，她回来过吗？打电话也打不通，人就这么没了信。林姐人特别好，在我们这儿干了好多年了，就是总觉得她心里藏着事。谢谢老板娘，她要是回来，请让她联系我。这是养父私人保险柜里的东西。50亿的账户，只剩1/3。陆正明替养父管这个账户30年，
每一笔进出都经他的手。钱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但养父去世前1周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他告诉我，要彻底追究，然后他就死了。30年，30亿，这案子比我想的复杂得多。30年，他一直在给他钱。他经手这笔钱，知道凌云的存在，知道我的存在。他知道所有秘密。江探长，谢谢赏脸，请坐。陆律师约我，有什么事？案子进展怎么样了？有需要我配合的吗？调查正常推进，有需要会通知您。秦彦行那边有新进展吗？那个人很危险，探长要小心。谁危险？证据说了算。探长，我总觉得您和这个案子有某种特殊的联系。陆律师，您这是在暗示什么？哪有，随口一说，别介意。谢谢陆律师的茶，我还有工作。江探长，你很聪明，只是可惜了。关于秦博远案的一项证据鉴定结果通报：此前提交的录音证据经技术鉴定，存在多处剪辑痕迹，不具备证据效力。你这是在帮他？我只帮真相。走，真正的好戏这才刚开始。秦氏集团财务部会计意外死亡，刹车异常，监控缺失，调查还被强行叫停。30年前，他手上就沾过血。
我在查秦博远案，查到了30年前的旧案，那个会计的车祸案是您当年负责的。那案子结了很多年了。周师傅，秦博远死了，我怀疑同一个人干的。那案子有问题，那会计不是意外死的。当年压力太大，上面的人打了招呼，查不下去。藏了30年了，上面有他的签字。谢谢你，周师傅，这次一定查到底。雨，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些。雨堂今年考上了警校，我很欣慰。下周的庆典，我会宣布一切。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认回你们了。30年前，秦博远设立秘密账户，陆正明全权管理。30年间被人挪用超过30亿。1个月前，秦博远找到凌云，准备在庆典上公布私生女的存在，准备重新分配遗产。以下为秦博远先生的最终遗嘱，经公证，具有完全法律效力。秦氏集团全部股权由其亲生女儿继承。重新分配遗产意味着全面财务审计。审计一开始，30年的贪污就会暴露，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。杀人灭口是他唯一的选择。动机成立，但动机不够，我需要铁证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前台认识我，我说来配合调查。3年前，他伪造养父的签名转移资产。
你为什么帮我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你要走了？你带走，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了。江队，法院另批了，所有人的指纹都调到了。现在跑对比，您等一下。江队，这个结果只有你和我知道。明白。指纹证明他去过现场，但不能证明他杀了人。现在只差2样：直接证据和我的母亲。师傅，上个月这天晚上，您载过一位女乘客。记得。那天晚上挺晚了，路边拦的车。她去了哪里？下车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妈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有些事只能自己找到答案。指纹确认了，是他的。可以逮捕了。指纹只能证明他去过现场，他可以说庆典当天去过顶楼，完全合理。打草惊蛇只会让他销毁证据。我需要他亲口承认。设一个局，让他自己暴露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下周有一场特别董事会，如果我在会上宣布要审计秘密账户，他会坐不住，有风险。他不是普通人。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计划。江探长又见面了。陆律师，有事请到前台登记。我来配合调查的，随叫随到。陆律师，请问案发当晚您的行程？我之前说过了，庆典结束后我就回家了。探长不管问几次，我的回答都不会变。探长，有件事我跟您说过了，您好像和这个案子有某种特殊关系。如果媒体知道您是秦博远的私生女，您还能继续办案吗？
这对您的职业生涯可不太好。陆律师，我的身份不需要您来操心，倒是您该操心的事还有很多。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配合调查，他是来试探我走到哪一步了。你越着急，说明我越接近真相。您刚才的话涉嫌威胁公务人员执法，请问您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探长说笑了，我只是善意提醒。他会更加疯狂，但他越疯狂，破绽就越多。今天召开这场发布会，是要公布一个重要的事实。我父亲秦博远的遗嘱中提到一位私生女，经过调查，我们已经确认了她的身份。这个人就是负责调查我父亲案件的江雨堂探长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上面已经打电话来了，在舆论平息之前，案件调查暂停。陆正明，你要的混乱你得到了，但这盘棋还没结束。鉴于你的身份被公开，社会舆论对案件公正性产生了严重质疑，组织决定对你进行停职调查。请问，有证据证明我存在违规行为吗？目前没有。我的身世不影响我的判断。在没有证据证明我有违规行为之前，我不会放弃这个案子。案件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临阵换将对案件侦破极为不利。我建议让江探长继续负责，同时成立监督小组，全程监督办案过程。可以，但江探长任何违规，后果自负。江探长，现在该叫你江小姐了吧？说起来，你也算是秦家人了。
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。方女士，我不收礼，您请回。江玉堂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发布会的事是陆正明让我做的，我现在怀疑他有问题。我们可以合作，你帮我拿到遗产，我帮你破案。秦子墨，我不做交易。江探长，或者说江小姐，我受秦氏集团董事会委托来的。董事会认为，您作为秦老先生的血脉，理应获得相应的继承权益。我们全力支持您。我只要真相，不要钱，不要股份，不要任何人的人情。所有人都在压住，但我不是筹码。小唐，是妈妈。妈，我看到新闻了，对不起，妈妈这辈子都在给你添麻烦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。不，你别来。妈，他们在找我。谁在找你？知道太多的人都会有危险。妈，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保护你。小唐，你保护好自己就行，妈妈能听到你的声音就够了。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。妈，你慢慢说，我听着。小唐，妈妈还有话没说完。那天晚上，博远约我去顶楼见面，他说他准备好了，要在庆典上公布一切。我们说了很多话，30年没说完的话。陆正明突然出现了，明美到查账。他质问博远为什么要查账，2个人吵了起来，越吵越凶。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样失控的样子。我亲眼看着他追下去，我吓坏了，我跑了，我不敢报警，没人会相信一个死人说的话。妈，我相信你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相信。
目击证词有了，但要让他成为呈堂证据，我必须找到他。是这里吗？别担心，我的人一直守着。江警官，小唐，对不起，妈妈没用，妈妈躲了这么久。我不怪你。妈，我只是真的很想你。林阿姨，我答应过你的，我会带她来见你。江探长，天台地形开阔，不利于埋伏。他生性多疑，只有那种地方，他才会觉得自己有掌控感。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就说我手里有30年前的底稿，还有目击证人。陆律师，今晚8点，秦氏大厦顶楼。江探长，有什么话不能在局里说？那是秦老先生去世的地方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，否则……江雨堂，你和你妈一样命硬。江探长，这里的风太大了。这风能吹醒一个人的良心吗？30年前帮秦家处理账目的会计车祸身亡，陆律师，那笔被挪用的50亿，你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布局了吧？没有证据的指控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那当晚在这里，你和秦老先生争吵的内容呢？关于他要清查所有账目，并公开我的身份。我亲眼看着他坠下去的。他看到了你伸出的那双手。林云，他竟然还敢出现！秦博远太天真了，30年的信任，他竟然为了2个女人要查我！我为他卖命30年，他却要把我送进监狱！我不推他，死的就是我。既然你们都要找死，那就去地底下团圆吧。你跑不掉了！放弃抵抗，举起手来！来！你撑住！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替我挡？这点伤，没事。保护你这件事上，我一直很傻。医生，他伤到骨头了吗？有点严重，需要回医院。家属请放开手，我们要上车了。物归原主，唐探长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，江探长？秦博远种下的因，
还没结完果呢。秦氏的秘密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。陆律师，还要继续兜圈子吗？探长，光凭那点录音，顶多告我防卫过当。30年前死于车祸的那个会计，其实是发现了你在秘密账户上做的手脚吧？你杀了他，伪造了意外，还以此要挟秦博远，让他给了你30年的管理权。你怎么会查到那个会计？因为天网恢恢。还有，秦博远早就怀疑你了，他准备在庆典那天和你彻底清算。是，他想清算我，我替他卖命了30年，那些钱本该就是我的，是他太贪心，想把一切都留给那个私生女。审讯结束，你的秘密才是你的坟墓。叫江雨堂出来见我，谁给你们的胆子传唤我？方女士，您交给我的那份录音证据，声纹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录音经过专业剪辑，是你协助陆正明伪造了秦燕行杀人的假象。我只是想保护我儿子，这有错吗？那个女人抢了我丈夫30年，现在你又要来抢我儿子的遗产，我不允许！你们这对母女就该烂在泥里！法律面前没有所谓的保护。方锦绣，你因涉嫌伪证及包庇罪，现被正式拘留。子墨，子墨救我！放开他！你有完没完？子墨，闹够了没有？秦燕行，你是看笑话来的吗？我从来没想过杀他，我也没想过要那些股份，我只是想让他看我一眼，夸我一句。他也没有真正看过我。他把我带走，只是因为我能帮他守护那个女孩。我们2个都是被他亏欠的人。以前的事情，对不起了。妈，密码是你的生日吗？雨堂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这一生最对不起你的母亲，还有你。我没有勇气认回你，我怕那些藏在暗处的毒蛇会对你不利。我把我的一切都留给你，希望这能弥补我的缺席。你不需要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那天你警校毕业，我在马路对面站了3个小时，看着你穿着警服宣誓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。小唐，原谅妈妈的自私，没能参与进你的生活。你一直在，就在我身边。我怕连累你，我以为只要我死了，你就能平安。妈，我不怕被连累。以前是你保护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。你来了，再不来你就快闷死了。
秦言行，你还欠我一个解释。当年在福利院走的那天，为什么不理我？我怕我一旦说了再见，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请证人入席。我叫林云，是秦博远坠楼案的唯一目击者，凶手就是陆正明。陆正明曾多次利用秘密账户威胁我，我保持沉默，是为了在暗处收集他伪造遗嘱的直接证据。陆正明，你精心编排了30年的剧本，到此为止了。现在宣判，被告人陆正明犯故意杀人罪、伪造遗嘱罪、挪用公款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方锦绣犯妨碍司法公正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2年执行。江探长，作为秦博远的女儿，您对这个判决满意吗？秦总，陆正明曾是您的心腹，您现在有什么感想？真相从来不需要满意，它只需要被还原。正义可能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江小姐，根据遗嘱和法律程序，您现在是秦氏第1继承人。是啊，这可是500亿的资产，多少人几辈子都赚不到。这500亿里，有多少是沾着我父亲的愧疚，又有多少是沾着我母亲这20几年的眼泪？我正式宣布，放弃全部继承权。这些财富里有太多眼泪和遗憾，我不需要用钱来证明我是秦博远的女儿。我只需要我妈妈就够了。堂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桌上的案卷都快堆成山了。堂姐，以后是不是得改口叫你秦大小姐了？还是叫我堂姐吧，大小姐这活儿我辞职了。案子办得漂亮，但以后别再查到霸道总裁头上了。咱们警队这尊小庙供不起那么多大佛。尽量，队长。晚上一起吃饭。秦总，你这是在讨好我吗？这叫预备家属的自我修养。小唐，跟谁聊天呢？脸都红了。没，一个厚脸皮的嫌疑人。看来这厚脸皮的嫌疑人早晚得成一家人。本基金将资助全国孤儿院及法律援助项目，让被遗忘在暗处的人也能看到光。其实，基金会的名字我想过很久，难道不叫秦博远基金？本想叫雨堂基金，怕你这探长又来查我。堂堂，他亏欠了你们一辈子，让我替他还吧。你不欠我任何东西，秦言行。我知道，但我想用余生来做这件事。这次，不要再弄丢了。以前我是真相的影子，以后我想做自己的光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照亮你。快看快看，那辆黑色的越野是不是秦总的？除了他还有谁？这都等了半小时了吧？都没活干了，晚上想加班。秦总，你这样会影响我的威严。那明天我改成送早饭，直接送到你办公室桌上，怎么样？秦言行，赶紧走！
遵命，江探长。整整22年，妈终于能堂堂正正的活在阳光下了。妈，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林姐，你不是请长假了吗？哎呀，这姑娘是谁？这么漂亮？这是我女儿小唐。你女儿？你找着她了？是她找着我了。蓝妹子，我要回 A 市了。太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拿着，祝你们以后平平安安。秦总，你是打算搬家吗？我不确定阿姨喜欢什么，就都买了点儿。燕行啊，你在外面管大公司，到家里来不会觉得简陋吧？阿姨，这里比我住的地方有温度，我很喜欢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照顾我女儿？我会支持她做任何事，如果有危险，我挡在前面。妈，吃饭呢，说这些干嘛？哎呦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开始心疼了。秦行，秦氏交给你了，别把她搞砸了，照顾好她。她这人活得太闷，没意思透了。秦子墨，在那边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恨上了。我知道，恨太累了。一路顺风。其实，他也只是个想回家的孩子。所有人都有了新开始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博远，我来看你了。这些年，我恨过你，也躲过你，但今天我原谅你了。这辈子我们都太懦弱，但你看，我们的女儿，她比我们都要勇敢。爸，我们过得很好，您可以安息了。说，现场在哪儿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早餐在里面，到了现场记得吃，别有低血糖。知道了，秦总，我是去办案，不是去春游。注意安全，记住，你现在是我的人。懒得理你。死者临死前一直死死算着这个。这是秦博远当年秘密账户的编号。陆正明说的对，秘密还没彻底消失。喂，案子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回家？可能比想象中复杂，又扯到那个账户了。别一个人硬扛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你身后。我知道，等我，很快回去。死亡时间初步判断72小时左右，表面看是心脏病发作，不过我刚注意到他右手食指指甲缝里有微量皮屑和晕血，死前应该有过轻微的肢体反抗。
他在死死保护手里的东西。江队，死者叫郑光明，是退休会计。又是这个编号。秦彦行，秘密账户的事情还没结束，有人在为了这个账户灭口，我要见你，马上。除了陆正明，到底还有谁盯着这个账户？当年只有4个人知道账户的事。陆正明已经在狱中，养父已死，还有2个人。还有谁知道秘密账户？沈墨，30年前和养父一起创业的人，他们后来因为理念不合分道扬镳。养父从不提这个人，好像他从未存在过。方是指谁？这件事之后再说，先找到沈墨。江队，这是出入境那边刚调来的。沈墨10天前入境，入境之后人就消失了。沈墨，你到底在躲什么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快喝点热水。小唐，这照片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关键线索。照片中间这人叫沈墨，现在失踪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手滑碰掉了。妈，你认识沈墨对吗？不认识，我连听都没听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云姐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沈墨，江探长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沈墨。正好，我正在找你。照片是我寄给郑光明的。你寄这个给他做什么？提醒他小心。可惜我来晚了一步。云姐，30年了，你还好吗？妈，你们认识？30年前，我哥哥是秦博远公司的会计，云姐那时候是我嫂子的闺蜜。沈远，是因为我才死的。不是你的错，云姐，是那些人的错。江探长，我们需要谈谈关于30年前真正杀死我哥哥的人。沈墨，现在是正式问话，你有权保持沉默。我叫沈墨，但我今天不打算继续沉默。你说你是沈远的弟弟，30年前他死于车祸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那不是车祸，是谋杀。
你有证据吗？当年没有，证人改口，物证消失，案子被定性为意外。我只是个大学生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我用了30年积累资源，寻找真相。那个海外秘密账户的资金流向，你也查到了？是的，我们都知道那笔钱的存在。陆正明，他只是执行者。真正操控那个账户、下达死亡命令的真凶，藏得比他深得多。连你也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？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名字，但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件事。秦博远死前3个月，曾秘密联系过我，也提到了那个账户。什么？他说真凶在清理痕迹，他可能活不长了。他让我帮他保管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证据，足以让我们拼凑出那个幕后真凶身份的证据。证据到底是什么？队长，死者的工作履历查到了，郑光明，方氏财阀旗下公司退休会计，专门负责特殊账目。方氏，又是方家。小陈，查一下方锦绣现在住哪儿，他应该已经获得缓刑了。江探长，稀客啊。方锦绣，我需要问你一些事。问吧，反正我现在闲得很。你认识郑光明吗？不认识。方家公司那么多人，我怎么可能都认识？他负责特殊账目，这种人你会不认识？江探长，你以为抓了陆正明就结束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是棋子，我哥哥才是下棋的人。你哥哥，方锦兰？江探长，你现在查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队长，方锦兰的资料我都查了，这人很有意思。有意思在哪儿？方锦兰，方氏财阀实际控制人，但他20年来从不公开露面，所有公开活动都让妹妹方锦绣出席。他在躲什么？商业圈对他评价2极分化，有人说他慈善低调，有人说他心狠手辣。秦彦行，方锦兰这个人，你了解多少？方锦兰，养父生前很少提起她，但有一次他喝多了，他说方锦兰是秦氏最大的隐患，但我无力解决。秦博远知道方锦兰的危险，但为什么不解决？方锦兰太狡猾了，她从不亲自动手，所有脏活都让别人做，而且她手里有东西拿捏养父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确定，但我怀疑和你母亲有关。秦总，开盘股价
从今早就开始暴跌，有人在大量抛售，我们已经跌了8%。查出是谁在抛售了吗？查了，但抛售方是匿名账户，通过多个离岸公司进行操作，追踪链条太长，短时间内查不到源头。抛售的股份来源呢？是流通股吗？不是，这批股份很奇怪，他们不在我们登记的流通股份里，但投票权是真实有效的。影子股份。会议暂停，所有人待命。什么是影子股份？我听养父说过，在创业初期时设立过一种特殊股份，养父和4位合伙人各持20%，用于对重大决策进行投票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其中3位合伙人陆续退出，股份转让去向不明。我一直以为这些股份已经作废了。如果这些股份都被同一个人收购走，就足以在董事会强行通过任何决议，包括罢免 CEO。这些是秦氏创业时期的原始档案，养父去世后，我从没打开过。1994年，和那张老照片同一年。秦博远、沈远、方锦兰、周建华、刘明德各持20%影子股份，拥有重大决策1票否决权。这里写着影子董事会。影子董事会成员享有优先投票权，不受普通股东大会决议的约束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控制影子董事会，就能绕过所有股东，直接控制公司。后来3位合伙人的股份去哪儿了？记录显示，周建华、刘明德的股份在2000年代陆续转让给不同的离岸公司。沈远的股份在他死后由法定继承人转让，但继承人签名处是空白的。沈远根本没有后代，这些股份肯定全部流向了同一个地方。这些公司全是方氏财团的关联企业。5人各20%，养父持有的20%在他死后归入秦氏，但剩下的80%，如果全被方锦兰收购，他就会拥有绝对控制权。董事会的任何决议，他一个人说了算。他花了20年布局，一步一步把3位合伙人的股份全部收入囊中。养父虽然只有20%，但他是创始人，在董事会有绝对威望。只要养父活着，方锦兰就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他要等秦博远死了才能动手，或者他根本等不及了。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立刻复查所有股份转让协议的合法性，一个漏洞都不要放过。妈，有些事我必须问你。我知道，迟早要说的。方锦兰，她对你做了什么？那时候我刚怀上你，博远很高兴，但方锦绣不肯离婚，他去找了他哥哥。方锦兰派人找到我，一开始只是威胁，后来他们伪造债务，让我父母被人追债。你外公外婆那时候都60多了，被人堵在门口骂，还有人跟踪我，想制造意外。小唐，坐下，让我说完。博远知道后想带我离开，但方锦兰找上了他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要么我离开，要么秦氏破产。那时候秦氏刚刚起步，几千个员工，博远没有选择，是我主动离开的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都是他们的错。小唐，方锦兰比你想象的更可怕。答应妈，小心一点。妈，我会小心的。
大姐，今天的西红柿刚到的，特别新鲜，来2斤尝尝。那个人，30年了，他们又来了。小唐，有人跟踪我。妈，那个人在街对面。妈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出去看看。让他跑了。阿姨，从今天起，您就住在这里，24小时有人看守，不会有人能伤害到您。30年了，我以为结束了。林女士，整栋楼的安保系统都已升级，发生任何异常，3分钟内就会有人赶到。燕行，谢谢你。他们想要故技重施，这次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你约我来，想说什么？坐吧，站着聊太像审讯了。我手里有一份秦博远生前交给我的文件，里面的东西能证明影子股份真正的持有人。条件呢？我哥哥叫沈远，30年前他死在一场车祸里。他曾是方家的会计，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，在准备举报的前一天遭遇了意外。你要我重查这个案子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快30年，证据可能早就没了。证据没了，但人还在。活着的人总会留下痕迹。我答应你，但无论查到什么，一切以事实为基准。就拜托你了。果然是方锦兰。燕行，你在办公室吗？有东西你必须要看一下。他花了整整20年，一直在等养父死后动手。3位合伙人的股份全被他吃了，加起来60%的投票权，足以罢免 CEO， 架空整个管理层。他这是要吞掉秦氏。如果他是这么打算的，那我偏要让他大失所望。交通事故案，死者沈远，结论：意外事故。头儿，怎么在查这么老的案子？沈远接触过方氏的内部账目，他发现了方锦兰挪用公款的证据。第一次，证人说看到了黑色轿车故意撞人，但是3天后证人改口，说什么都没看到。这3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因为这就不是意外，
而是灭口。虽说是出了境，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沈先生，目击证人出境后却查无此人，莫非你知道他在哪儿？他并没有移民，方锦兰把他藏起来了。他的一贯作风就是，重要证人要么死，要么消失。那证人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？我说过，活着的人总会留下痕迹。这个地址，我花了20年才查到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会把真相带回来。拜托了。哎，这里，来人帮我翻开。我们走。这到底关了多少年？别怕，我们这就带你出去。那不是意外，不是意外。黑色轿车，车牌是……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些人，去叫救护车，保护现场。这里的所有东西，一样都不许动。长期注射镇静类药物，至少20年以上，脑损伤不可逆。会有清醒的时候吗？药效减弱后会有短暂的清醒期，但别抱太大希望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小沈是小沈。那天发生了什么？你慢慢说。黑色轿车从后面撞上来，故意的，不是意外。车牌号你记得吗？都 A74。小陈，我稍后将车牌号发给你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江探长，久仰大名，请坐。好茶要慢慢品，急不得。方先生约我来，不是为了喝茶吧？听说您在查30年前的一桩车祸，那是一场悲剧，但确实与方家无关。有没有关，查了才知道。有些事情要懂得点到为止。方先生，查案是我的本职，不需要您的忠告。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。队长，你叫我。这些报道上面有人看到了，你和秦彦行是什么关系？我和他是在办案的过程中认识的，我保证我们的私人关系没有影响到任何一项调查。局里的意思是让你暂时回避。现在让我回避，岂不是正中下怀？我给你2周时间，再拿不出结果，我也保不住你。谢谢队长，2周时间足够了。江探长，我是苏婉晴，财经周刊的记者。你说你的手上有方氏的黑料，此话当真？方氏旗下12家子公司互相倒账，而资金最终都会流向3个离岸公司。洗钱？不，这比洗钱复杂。
更像是在转移资产。我有的是方家的黑料，但我缺最关键的资金流向的终点。你找我合作，就不怕惹上麻烦？我和秦子墨曾经是……算了，不重要。总之，这个案子我比谁都想要调查清楚。我可以和你合作，但有条件。所有涉及案件细节的内容，发表前必须经过我的审核。成交。秦总，借一步说话。上车。方锦兰正在联合董事会成员，下个月的董事会上，她就要发起罢免。有多少人答应了？我知道的至少5个。她给每个人都开了价，我还没有答应。那你来找我，是想要什么？我不想当炮灰，给我一个理由，让我站在你这边。秦氏落到他手里，你觉得会怎样？你在秦氏12年了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要的不是管理权，他要的是把秦氏拆了卖掉。我需要你保证我的安全。你选择我的话，我自然不会让你有事。下周1之前，我会把名单给你。张总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海外那边的资金，下周一定到位。这个自己，玉桃，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。当年的合伙人赵德海，他应该还有个后人在这边。你让我帮你找的那个人赵明远，他就住在这里。我们上去吧。这份协议上的签名，这是令尊的字迹吗？赵先生，你还好吗？这不是我爸的字，你们看，我爸写字从来竖钩往左带，这个签名是假的啊！只要证明这份协议无效，他的投票权就是非法的。我爸临终前说过，自己的股份被人骗走了，我一直没有证据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赵先生，我们需要做正式的笔迹鉴定，还请您配合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会将方锦兰绳之以法，还你父亲一个公道。就拜托你们了。结论明确，签名系伪造，笔锋、运笔习惯至少有7处不一致。证据足够了。这是我们的证据，可以证明方锦兰涉嫌伪造了其他股东的签名。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笔迹鉴定的结果，我们不否认，但我当事人理应算作善意第三方。他对此争议股份的持有已长达20年之久，法律上可以构成善意取得。况且原签名人已经过世多年，死人又没法作证，对吧？回去告诉方先生，他准备了20年，我尊重他的耐心，但这场仗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玉堂，这条路走不通了。
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。沈先生，方便见一面吗？关于你这几十年来，我有些问题想问。哥哥死后，你退了学，然后消失了10年。那10年，你在干什么？那10年，我在学怎么活下去。一个20岁的穷学生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我去了东南亚，从码头搬货开始，10年攒了第1桶金，之后的每一步、每一笔生意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回来算这笔账。你准备了这么久，为什么等到现在？因为秦博远死了，他是我最重要的盟友。他死了，我就再也等不起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这一次，你还有我。这是秦博远的最后一张牌，他死前3个月在境外公证的遗嘱。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害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小唐，妈妈还有话没说完。那天晚上，博远约我去顶楼见面。他说他准备好了，要在庆典上公布一切。他一直在保护我们。方锦兰肯定也知道这份遗嘱，所以他才急着发起罢免。他要赶在公开之前控制情势。那我们就撑到那一天。吴德山和李正红，方锦兰给他们的条件：合并后的子公司控股权，外差3个点的分红。吴德山先见，他是老一辈的人，还讲情分。也行啊，不是我不想帮你。方先生开出的条件太诱人了，你能给我什么？吴叔，你跟了养父20年。他把秦氏交给我之前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老吴是可以托付的人。让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我能给你的是秦氏的未来，而不是被瓜分后的残骸。李正红翻了。方锦兰给了他东南亚地产项目的独家代理，6票了，再多1票就过了。吴德山那边什么情况？还在观望。方锦兰昨晚又约了他。吴德山不会因为利益倒戈，方锦兰一定会对他施压，我们得先一步保护他。
雨堂，李正红倒了，只剩吴德山了。董事会表决还有多久？10天。遗嘱公开在表决之后5天。他故意把表决安排在遗嘱公开之前，一旦罢免成功，遗嘱公开也来不及了。只要吴德山不倒，他就差1票，就过不了。江探长，凌云在我手上，让秦彦行放弃投票权。小陈，调公寓周边所有监控，白色面包车无牌。收到。彦行，我妈被带走了。我马上调监控，人先别慌。我放弃投票权，换阿姨回来。不行。雨堂，那是你妈。我知道那是我妈。你退让，救不了她。秦氏落到方锦兰手里，我们所有人更危险。相信我，我来解决。你需要什么？我全力配合。沈先生，你说过欠我一个人情，现在是时候还了。说吧，我尽全力。白色面包车今早10点从安全公寓出发，我要在24小时内知道他去了哪儿。警方查监控，你查地下线，苏婉晴负责舆论，3条线同时走，守住秦氏，这是你的战场。好，我会做到的。找到了，2环东路摄像头。沿这条路往东调，每个路口都查。车上了高架之后就没了，城郊那段路没有监控覆盖。沈先生，面包车上了南郊高架后消失了，你那边有消息吗？稍等，我去查一下。南郊工业区，有人见过那辆车，具体位置还在确认，半小时内给你。婉晴，消息可以放了。收到，10分钟内上线。全体注意，目标锁定南郊第3工业区，随时待命，15分钟后集合出发。后门，跟我来。你敢开枪，伤到他怎么办？
救了他就完了。方家的手比你想象的长得多。对不起，又给你带麻烦了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谁雇你绑架凌云的？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凌云。48小时前，这个账户给你转了80万，你要不要再想想看？我没见过雇主，都是靠中间人联系的。中间人是谁？我只知道他姓刘，开典当行的。他只给了我一个地址和照片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队长，查到了，刘某的典当行收到一笔150万的转账，来源是一家叫汉语商贸的公司。汉语商贸，继续往上查，查股东结构。方家旗下的公司。绑架的资金链查到了，指向方氏旗下的公司。证据够申请逮捕吗？还差一步，从旗下公司到方景兰本人，中间还隔着代持人。需要我做什么？随时说。守好董事会那边，方景兰那边我来。绑架的事我听说了，我哥他疯了。你找我不只是为了说这个吧？这里面有一段录音，秦博远出事前1周，我哥跟陆正明通过一次电话。你怎么会有这段录音？我哥从不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，所以我也学会了不相信他。这段录音是我自己偷偷录的。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他绑架了你母亲。我恨你们，但我不想给我哥陪葬。这段录音将会作为证据被提交，需要你配合签署一下证人声明。陆律师，秦博远查到账目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方先生，这万一出事，你挪的那些钱有一半是我让你挪的，你觉得你还有退路吗？绑架案有资金链，旧案有车牌比对，秦博远案有录音，每一条都指向他，但每一条都隔着中间人。赵检，绑架案、30年前的车祸案、秦博远遇害案，3条线全部指向方景兰。我申请逮捕令。江探长，证据我看了，方向没问题，但方锦兰在本市的影响力你清楚，没有铁证，我签了逮捕令，他的律师团3天之内就能把人捞出来。赵检，您需要什么程度的铁证？直接证据，能证明方锦兰本人参与犯罪的，不是中间人，不是壳公司，录音是间接的，辩方会质疑真实性，你需要更实的东西。我会拿到的。赵检，请您准备好逮捕令，不会等太久。沈墨，录音不够，我需要更直接的证据。秦博远交给你的那份文件里，还有没有没看到的东西？有一样东西我一直没拿出来，秦博远说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不要用它。现在就是万不得已。这是秦博远死前3个月交给我的。他说，如果他出了事，6个月后再公开。为什么是6个月？他需要时间，6个月足够方锦兰露出破绽。他算准了，方锦兰一定会在他死后急着吞掉秦氏。
所有事都写下来了。我这一生做了太多错事，唯一正确的是始终没有放弃对你们的爱。我会出庭作证，以我亲身经历证明方锦兰30年的罪行。我等这一天太久了，我哥哥可以安息了。养父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董事会，我会赢。逮捕令批了，境外公证遗嘱加上沈墨的证人声明，够了。方锦兰的律师团不好对付，程序上不能有任何瑕疵。不会有瑕疵。我是市刑侦队探长江雨堂，依法持有逮捕令，请开门。江探长，你来的比我预想的早了2天。方锦兰，你涉嫌故意杀人罪、绑架罪、伪造文件罪，现依法逮捕。呵呵，年轻人，你以为逮捕我就结束了？呵呵呵呵，审判还没开始呢。那就法庭上见。开始吧。各位董事，依据公司章程第17条，只有30%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联合提请，可发起 CEO 罢免动议。我方委托人持有的影子股份加上联署董事已达到37%的表决权，现正式提请罢免秦彦行先生 CEO 职务。请各位董事投票表决。投票之前，请各位看一份文件。这是秦波元先生生前在境外公证的补充遗嘱。遗嘱第3条明确，影子董事会条款即日作废。第4条，所有未经正规股东大会程序转让的原始股份一律无效。方锦兰持有的影子股份是通过伪造签名和离岸空壳公司非法获取。依照这份遗嘱，他没有任何表决权，罢免动议的基础不成立。遗嘱经境外公证处公证，并已通过国内法律效力认证，如有异议，请走法律程序。但今天的动议依法无效。赢了。赢了。到底去哪儿？你都不说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姐姐，你是秦哥哥的女朋友吗？算是吧。我等这一刻等了20年。江玉堂，你愿意继续让我保管这个吗？愿意。看什么呢？队长，热搜前3，全网都在发。少看手机，看你手头的案子。江探长，大家都很好奇，订婚后您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变化吗？我还是那个探长，只是下班后多了一个人等我回家。妈，他来了，去开门，红烧肉马上好。千亿集团的 CEO，还一个做红烧肉的阿姨。
阿姨，一点心意。你这孩子来吃饭还带礼物，快坐，尝尝红烧肉。好吃，比任何餐厅都好吃。你从小就是个好孩子，把我女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会照顾好她，一辈子。妈，你怎么比我还满意她？因为她比你会哄人。你还记得那颗糖吗？记得，草莓味的。我一直想问你，你哪来的糖？攒了1个月的零食配额。以后的糖，都给你。